让你起来配合少爷结奴灵印，听见没有？奴灵印不可能，那是给灵兽用的东西。少爷挑仙奴必然是用来滋养灵根、背景的鸟用，上次教有背景的高级魂。不是的吧？少爷，您要不来我这儿看看？我摊位上可是有一位水灵根仙子，足以把少爷您的灵根滋润的通透畅快。要不是你们不懂我穿越前的话术，我还真想问一句，能不能换一批？这人要求会不会太高了？这么多仙子，居然没有一个能入他的眼，他不会只是来过眼瘾的吧？穿越过来10几天，我大概明白了这个世界。这里曾是灵气充沛，人人皆有机会成仙的仙谷盛世。可魔潮入侵后，灵气枯竭，修仙者尽数落难，男修士成了苦力，仙子被妖商当作仙奴贩卖。这位少爷，有事？我看你逛了半天也没找到心仪的仙奴，您要不要去我摊位上看看？我那边可是有位眉清目秀的男修士。滚你妈的！操这个！您要不要看看我家的仙奴？不用了，我后院里都是大宗门出身，从前起码也是元婴境的尖儿货。太难了，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灵根精度50以上的仙子。少爷，您不会是想买它吧？他怎么了？少爷您过来。不瞒您说，他吧不怎么听话。继续。我把他从灵仙山上捡回来的时候，估计也刚从仙界坠落没些日头。所以你知道的，这种仙奴性子最烈了。我捡他回来的时候，可就被踹了好几脚。要不是考虑到他的卖价，我恨不得当场就给他来2嘴巴。而且我把他捡回来都好些日子了，让他待在后院柴房子不走，给他水喝饭，他来在门口坐着。要不是前阵子下了点雨，估计被渴死了。你会好心告诉些长久的消息。那些赚一票就找不到的散商不提，那我们赵国都自查招牌嘛。少爷，你也不缺钱，我这里的仙奴是10枚灵石的售价，同样的价格，你可以在这里边挑一个听话的仙奴。算了，少爷，我就要这个。可他不听话，售后就不需要你操心了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也是，毕竟留在你我店里，我还得顾虑到他的品相。然后呢？收拾不了他，那卖价一脚卖影响到不上了。那少爷，那就结印，现在就可以交钱交结奴灵印了。确定吗？喂，让你起来配合少爷结奴灵印，听见没有？奴灵印不可能，那是给灵兽用的东西。这位仙在可不是什么仙古纪年，今年已经是魔力153年了，配合一点，比你我都少。您还真是深知这些仙子的弱点啊。带路，少爷，请带他来这边房间结印。少爷，需不需要我打些水来，也好让您看清他的脸？不用那么麻烦。我这100年老店可从来不会卖低劣仙奴。赶紧开始结印好了。少爷通透，仙奴不过是用来滋润灵根的工具，吹了灯，再美的脸蛋也都一个样。拿去。好嘞，少爷，那我去门口等着，您好了随时叫我。坐下。让你坐还不愿意了。休想！现在不是你说了算。忍着。已绑定仙奴云清河木灵灵根天骄，灵根净度70%，境界元婴后期已衰退-100%，装程度飞扬100。这也行。仙奴头衔金狼仙子。金狼仙子。那些买下仙奴的奴主，不就是因为看着作为仙子们的脸，才更加兴奋吗？我的容颜曾登上仙尊追求，我都漠视不理，如今却成了贫民窟中一个贱民的宗主亲传弟子，享有整个宗门宗的资源。好家伙，这仙子竟然还是个富婆！仙奴忠诚度每提升50质，会解锁新头衔。居然是灵验。起来，走了。跟我回家。谁要跟你？你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仙奴，不想死就老实一点，跟上。少爷，结印完成了。完成了。您要不要再看看别的仙奴？他们可都是以前那些大宗门里出来的高级货。你院子里的那些就不用了。多买一个仙奴也能多一分刺激。这个给你，你要是有新的仙奴，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多谢少爷，少爷灵根18。对了，敢问少爷住哪儿？到时候有货了，我亲自去通知少爷。一直往南走，第一个房子就是我家。往南走，有货就来。一定。南边怎么了？那不是临仙城边郊的贫民窟吗？贫民窟的穷人连生活都难，怎么享受得起仙奴？林恒，别在心里骂我。奴灵印听得见，要不要喝水？不要。要不要吃点？不要。要不要？算了，问你也不要。
从妖商那边出来，我也问过他需求，可有着金銮仙子头衔的他硬气得很，问什么都是一样的回答。有奴令印子，拒绝似乎成了他泄露不满的最好方式。但我可不是什么老好人，每个月工资单跟绝对服从、不准有怨尤的奴令印也没什么区别。连我这个穿越者都当的牛马，你一仙子还当不得仙奴了？林少，你也终于买仙奴了？刚从市集回来。可以啊，林少。他是在为不久后的魔潮做准备。现在的魔潮威力不如改变修仙世界的那次，但魔域低等为族仍旧会给人界带来麻烦，甚至危及性命。妈的，天天吃老子的，让你7个强都做不好。对不起，主人。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我已经没力气了，昨天晚上之后腿就一直发软。还赖我了？不敢，主人，我不是赖你。今晚让你再撞火灵根的爆发。我会继续努力干活。那就给老子好好做。怎么样，林少？什么怎么样？你看我这仙奴调的可以吧？正好你也买了仙奴，等我这边强气好了，我再给你分享分享经验。再说。这就是作为仙奴的下场吗？这就是我的未来吗？哎，不是，都他妈负100了，竟然还有下降空间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也赶紧回家去享受享受，刚买的仙奴可是最得劲儿的时候。这边。这里，哪怕成仙之前，我也没有待过这样的地方。你去哪儿？旁边。水声？隔壁只是用一块破布隔开，那里是便厕，还是澡房？如果往后余生都在这里，那岂不是随时都会被……拿去，把脸洗了。又不要。那些买下仙奴的奴主，不就是因为看着作为仙子们的脸，才更加兴奋吗？我的容颜曾登上仙尊追求，我都漠视不理，如今却成了贫民窟中一个贱民的。喂，让你起来配合少爷结奴令印，听见没有？奴令印？不可能，那是给灵兽用的东西。拿去，把脸洗了。又不要。那些买下仙奴的奴主，不就是因为看着作为仙子们的脸，才更加兴奋吗？我的容颜曾登上仙尊追求，我都漠视不理，如今却成了贫民窟中一个贱民的。哎，不是，我只是让你洗把脸，你怎么又扣了10点忠诚度？擦干净。是。可惜了，现在对我来说，生存远比滋养灵根更重要。如果不想办法提升忠诚度，获得更多仙奴手册技能，我可能活不过下一次魔潮。奴灵印能让他听话，可仙奴手册的忠诚度明显更遵从他内心。对了，老妖商说过，他被带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吃喝了。从前的仙子只需汲取天地灵气，可现在灵气没了，就算他是元婴，也得跟凡人一样。再拖一会儿，让那绝望的未来来得更慢一些。差不多得了，这就要开始了吗？这是给我的。我还不至于让自己的仙奴喝洗脸水。慢点。会给仙奴热水喝的人是善良的人吗？可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长了，真的长了。你能不能怎么喝？再给我1碗？说，我应该找到办法了。给2碗水，提升10点钟重度，够了。够了。再喝下去也未必是好事。严格来说，这里才是厨房。这间厨房花了我足足2枚灵石布置和采购。来这个世界后，我明确了2个最大需求：活下去以及吃点好的。这个世界的食物对我来说根本难以下咽，所以只能自己动手。身为仙被魔潮夺走后，我很清楚，这是人界的饭菜香。妈的，老子吃饭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主人。强不气气好，你还想吃老子的大饼？我不是想吃，我只是……算了算了，你先停下，给我过来。主人，仙奴能不能吃饭是要等主人同意的，把主人伺候舒服了，自然就能得到饭菜。可从灵河买下我开始，我就这家伙又开始干活了。我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他不才解释过一次。你丫玩的真黄！喂，过来吃饭，你没听到？啊！过来。叫我？而且是叫我吃饭。仙子是不用吃饭，但仙奴得吃。你不是花了10枚灵石把你带回来，不是让你饿死在我家的。所以我真的可以吃你做的。怎么奴灵液又有效果了？你刚才违抗了。我分明没有违抗。等等，这次确实有些莫名其妙。那为什么？如果非要说哪里出了问题，哪里？估计是在称呼上。称呼？你想让我怎么称呼？换个称呼，把刚才的话原本说一遍。我不说就会违抗命令，奴灵液又会生效。说。好，所以我真的可以吃
怎么？主人做的饭吗？你知道这钟声是怎么回事？是魔潮，魔潮来了。主人，我刚才的话已经能说完整了。果然是这样。来吃饭吧。那主人，我该去哪里吃饭？这奴灵印这么好使的吗？那主人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和主人坐同一张桌子？行了，别摆着一副看怪物的表情。你现在的确是我的仙奴不假，但仙奴也是人。人？只要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完成好，其余时候你想做什么，我不会管。那你……这个金鸾仙子是真不长记性。那主人的意思是，我还有一定的自由？嗯。真的自由。仙奴云清河忠诚度加60，现在为-70。奴主构阵已解锁，当前有2个炼器阵法可排布：复灵阵，生产灵气，需要拥有生产灵气的仙奴；2地魔阵，消耗灵气，在低等魔潮中拥有隐蔽功能，需要解锁仙奴的第1个词条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仙奴手册真正的作用。通过培养仙奴，解锁更多奴主构阵。这些阵法不只是能让我活下去。你不吃？吃饭这种事情，应该要得到主人的允许才能动筷。吃吧吃吧。虽然知道你很久没吃东西了，但好歹也是一位仙子。仙子吃饭都这么不顾形象的吗？怎么样？主人的炒饭好吃。这哪里是什么仙子，根本就是个吃货呀！你知道这钟声是怎么回事？是魔潮，魔潮来了。主人，这是灵石。这就是我让你待在床上的目的，也是你未来的主要工作。我明白了。打水的地方在隔壁，自己去洗脸，洗完脸就继续在床上待着。好。我操，林少，你果然没死！你昨晚这是……是那军村该死的蠕虫，连老子的衣服都啃，都怪老子那仙奴体力太差，跟老子干完活后，他再去干别的活就手脚发软了。妈的，气得墙就跟豆腐渣似的，被虫群啃几下就没了。不过说起来也奇怪，老子昨晚都抱着他被虫群堵到床头了，那虫群却忽然跟没看见我们似的。对了，那小赤虎来问你要保护费没有？问了，还给了我一大包晶石。晶石有个屁用！那家伙根本就是抢劫，张口就要5枚灵石。那别的邻居也是5枚。邻居？还有个屁的邻居！昨晚魔潮过后，咱们这4户贫民窟就只剩下咱俩还活着了。也不知道小赤虎是不是偷偷进过老子家里，我的家产就剩下7枚灵石了，除掉这1年的吃喝，也就只能剩下5枚灵石。一定是这样，老子早就发现他看老子仙奴的眼神不太对，难怪那贱人气强有气无力似的。哎，等等，应该不是，老子过来是跟你商量怎么搞点灵石的啊。所以你有办法？实在不行，咱们去北郊那边修城墙。可不是嘛，老子可不能就这么死在程家家。好不容易买了个仙奴，老子都还没玩够，总不能比他先死。对了，死！你有办法了？咱们邻居不是死了吗？可以去他们家看看啊。林少，咱们现在就走。你自己去就行了，我还有点剩余。那我可一个人独享了，林少你可别怪我吃独食。去吧去吧。主人，这是灵石。这就是我让你待在床上的目的，也是你未来的主要工作。我明白了。吃饭。感谢主人。忠诚度+3。不愧是主人，1天时间竟然就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灵石。明天记得叫我早起，我得去市集买些东西回来。好的，主人。对了，差点把你忘了，明天早上顺便也给你买点东西。给我吗？刚把你买回来，你也需要一些东西。行了，先睡觉吧。对方灵根净度79%，已满足仙奴培育条件。我要他给我当狗，让他来给我学狗叫。仙奴云清河忠诚度+5，现在为-40。这就有些奇怪了。
是扫帚的木棍倒在床上了。程度-5。没事的，快睡吧。主人起床了。我出门了，你就在家坐在床上。是主人。少爷，脾气火爆的火灵根仙子，要不要买一个去玩玩？来看看我的这里的仙子吧，土灵根非常耐做。对了，这里的老板怎么没开门？哦，你说他呀，之前不是魔潮来了吗？那天傍晚的时候，老东西就抱着10几枚灵石上了灵仙山，说是这次要干票大的，也不知道他还回不回得来。不好玩，不好玩！小赤仔，你的狗连叫都不会叫，你要让它汪汪汪的叫。蠢货！少爷说要听狗叫，你他妈没听到了吗？可是主人，你什么你？还赶紧叫！我这才像话。你小子怎么来这里了？来买砖的。你买砖？还是不好玩，还是不好玩。哎呦，我的小少爷，你可当点心，千万别摔下来了。少爷，对方灵根净度79%，已满足仙奴培育条件。我要它给我当狗，让它来给我学狗叫。不可不可，少爷万万不可！你们竟然还真将这些仙子带来了，知不知道少爷还不能灵活运用奴灵印？万一出了个意外，城主大人非得揍死你们！小痴蛋，他们本来就是我舅舅给我的满月礼，舅舅说了，我长大后可以随便挑一个。少爷，你早就已经满过月了，而且你也还没长，快，多学几声狗叫，让少爷玩得尽兴。有了我，难道主人还缺灵石吗？得的不是灵石，是仙奴。主人还需要更多的仙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拜让我师姐也成为您的仙奴，她能做到的，或者说对于您的价值，一定比我更多。对了，你小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说了，我是来买砖的。你买砖？真以为我们雪碧大人的石砖跟市场上的那些廉价货一样？这一箱可是要足足1整枚。够了吗？你好像说的是1枚。够了。喂，小子，那你明天的3枚灵石怎么办？明天的事明天再说，现在我只是一个来买石砖的客人。那行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老子亲自给你送货。走了呀。过去应该也是个有背景的家伙，不过你别忘了，明天上供给老子的灵石3块，差1块老子都要掀了你家房顶。您竟然是为雪碧大人做事的？我只想知大人能否在雪碧大人那边说上话，我也想搭上这层关系。有好处的赤虎大人，比如明天上供给您的灵石可以是加到4块。话当真？你以为一个管理岗位随随便便就能在城主大人那边得到？那是当然。雪碧大人现在的石砖生意已经做到了邻边的几处大城市，你猜猜临仙城的生意暂且是谁在管理？那必然是赤虎大人您了。对要如此重视这个雪碧大人，知道了您私吞近半箱石砖的事情，他会是什么反应？不好了，赤虎大人，我们的石砖好像莫名其妙的少了。放屁！这么大块石砖，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老子倒要看看石砖怎么可能会凭空！我操！赤虎大人，你可别冤枉好人。从马车停下一直到现在，我可是一直在身边，没进家门。这倒也是。你小子想死？想死的好像是你吧，赤虎大人。私吞了雪碧大人的石砖不说，就连城主大人的安城税都想要装进自己口袋。你说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原来赤虎大人不明白吗？看来我下午就得去一趟城主府。慢着，你小子到底想怎样？开个条件，咱们一笔勾销。那我就直说好了，赤虎大人，你看我今天买这么一大箱石砖回来，显然是想要给我家扩修一下，但是我家就我和一个仙奴，人手显然是不够的。如果赤虎大人能给我搞到一个即将成为仙奴的仙子，我倒是可以当做今天只在您这里买了一箱石砖。至于消失的那半箱，反正我家这么大点，也用不了这么多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立马就从市集上给你找2个仙奴过来。不用了，我看雪碧大人府上的那位紫衣仙子就不错。紫衣仙子？你是说城主大人送给雪碧少爷的其中一个满月礼？没错。好，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，我想想办法。最迟今晚就能给你带过来，但是小子，你的要求我能够满足，但如果安城税的事情传到城主府的话，赤虎大人，您是在威胁我是吗？卸完货我就回去办。主人，刚才有些仙子送来了一批石砖，可石砖放在那边后，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？这是避魔阵。避魔阵？你就看着我搬砖。对不起，主人。将这些石砖藏起来，主要目的还是想在赤虎那边讹一笔。有了我，难道主人还缺灵石吗？讹的不是灵石，是仙奴。主人还需要更多的仙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拜让我师姐也成为您的仙奴，她能做到的，或者说对于您的价值，一定比我更多。几个意思？怎么连师姐都来了？
我求你了，主人。我知道你和别的奴主不一样，如果主人答应的话，我可以为主人心甘情愿的做任何事。首先，恐怕你连你师姐的下落都不知道。其次，我对仙奴是有要求的，如果碰见合适的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会让她留下来。我师姐的天赋不输于我，甚至还是一位水灵根仙子，我相信她一定会满足主人的需求的。该生火做饭了。主人，我来帮忙生火。主人，我来帮忙洗菜。但你做这些，对我是否会将你师姐留下来并没有帮助。不是的，主人。清河做这些，只是对主人能留下我，还能给我饭吃的感恩，真的。如果你师姐真的符合要求，我会留下她。仙奴云清河种尺度坚实，谢谢你，主人。仙奴云清河忠诚度+2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待在床上给我下更多的灵石，没有特殊情况不下床。好的，主人。喂，小子，喂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妈的，难怪你不要他。别说你，老子把他偷出来的时候都差点没有忍住。小子，这仙子可绝对是极品货，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，记住答应我的事情啊。行，老子也得早点回去，否则被发现可就坏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作为我的仙奴。是，主人。已绑定仙奴木听兰水灵根天骄，灵根净度70%，境界化神中期已衰退，忠诚度150。协战仙妹在仙界宗门里，她是天生的战力保障。仙家弟子在她的增幅下，会发挥远超横朝与平常木朝的实力，持续只见1时辰，随累积浸泡次数增长。仙奴木听兰，见过主人。林恒，起来吧，旁边就是我家。主人，请问饮水的地方在何处？那边厨房。是。主人，请喝水。你也不用在旁边站着，想喝水就自己打水喝。感谢主人的恩赐。主人，您家里和您的夫人就这一张床吗？之后会添的。等等，我没有什么夫人，她跟你一样也是我的仙奴。仙奴竟然能被允许睡在床上？不仅他要睡在床上，今晚你也只能睡在这张床上。我也能睡床上？主人，那我……你下来，一起洗。当然了，家里暂且就一张床，所以我也要睡这上边。还是跟主人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？在我这里，虽说我也会让仙奴做事，但平常时候，大家都是平等人。主人，您真是最善良的奴主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打仙水洗漱一下就该休息了。听了一切都听主人安排。早点睡，明天你还得帮我干活。我知道了。师姐，真的是你，师妹，你也是主人的仙奴，太好了，师姐，昨天我正求着主人收留你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来了。主人，你醒了。感谢你，主人，没想到你真的将师姐收留了。所以，她就是你的师姐。感谢你，主人。仙奴云清河忠诚度为-10，仙奴木听牢忠诚度为180。主人，方才清河都跟我说过了，您果然是个仁慈善良的奴主。但同样，我会给你们安排工作。这是当然。主人，昨晚你好像说过今天要为您干活。你去我们家后面挖一个坑出来，差不多半个厨房的大小，深度有我1半的身高即可。好的，主人。
主人，那我也过去。你不用管，待在床上下灵石就是你的全部任务。你小子竟然开始修房子了！仙奴多了，空间不够用。呵呵，你这家伙还挺识趣的。赤虎大人，你好像很想去城主府上喝茶了。不想不想。对了，那小子好几天没见了。开门，夏风，给老子开门！今天该叫安城睡了。赤虎大人，主人大清早就出门了。又出门了？你告诉你主人，明天早上我还会来一次。如果不给灵石，我就把他家给掀了。哼！林少，林少，夏少，怎么最近都没看见你？我在干大事儿。你身上怎么一股味儿？哦，可能这2天都在地下。我家那贱人也说我身上多了些男人味儿。那你怎么跑地下去了？来，林少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，你看。你从哪儿搞到的？就在老张家后院。之前我不是在他家找灵石吗？结果灵石没找到，倒是在他抽屉里翻到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面就写着他家后院的祖坟里有东西。于是我就去挖了整整2天。所以说你是把人祖坟给刨了？对啊对啊。算了，林少，我也不瞒着你，我从老张的祖坟挖下去后，挖出是一个地道，里边的确有很多灵草不假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好像在里面听见了魔物嚎叫的声，可是里边真的有很多灵草，这我没骗你。怎么样，林少，我们要不要一起想个办法，悄悄将那些灵草弄出来？如果成功，我们可就发了。你觉得我们在魔物眼皮子底下把那些灵草收上，阎王要喝的魔派货账率又有多少？没有概率。妈的，老子可不就这样死了！走了，林少。对了，您的灵草就当做我送你上问问价。你们都跟我过来。符合仙灵之泉的构阵条件，是否进行构阵？给我拿一些石砖过来。是主人。主人，师妹，主人这是？主人是一位强大的构阵师。前些天的魔潮，主人就是通过附灵阵和避魔阵化解的。构阵师？可现在不是已经没有灵气了，而且附灵阵也只能起到聚拢灵气的作用。但是主人的附灵阵不一样，主人好像改变了附灵阵的构造，能够依靠我的木灵根生产灵气。床底下的那些灵石就是这么生产的，能凭空产生灵气。不知道。毕竟主人暂时只构建了低级的阵法，但水平一定不低。仙灵之泉，听了，你先去外边休息。好的，主人。主人，那我……你下来，一起洗。一起洗。去吧，你那善良的奴主，即便是这样，也会很温柔的。他不会让你觉得疼。主人，中程度放10，中程度加10。对不起，主人。这泉水竟如此神奇。这是仙灵之泉。无论是辅佐修炼，还是治愈疗伤，仙灵之泉都是绝佳的选择。原来主人是让他来享受这仙灵之泉的，可自己刚刚却错怪了他。主人，这泉水之中是否有什么坚硬之物？哦，刚修好，可能还没清理完，不过现在没了。去把你师姐叫来，然后拿2块灵石过来。好的，主人。可惜了，直到浸泡结束，云清河的忠臣度还是停留在了负5的数字上。原以为还能解锁第3个仙子头衔。主人，下来吧。主人，听清河说您是一位赋予仙奴自由和平等的奴主。原本我还存疑，但现在听落深信这样的待遇，不论是城主府还是雪冰尸妖的府上，他都从未见过。奇怪的，就好像是将他当做了一个正常人。不管林恒出于什么目的让赤虎将他从雪冰尸妖的府上带过来，穆听瑶对林恒也只有感激。浸泡之后，就该去下面探索探索了。主人，听瑶懂你意思。我操！主人，是不是听兰刚才力度太大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主人您说要去下面探索？我说的是隔壁邻居家的祖坟下面。哦。先泡着感受一下，这泉水能让你们枯竭的灵根恢复一些。是吗？这仙灵之泉的灵气，似乎真有一股灌注于我灵根的力量。好了，起来吧。清河，进来。主人，
师姐，你们尝试着朝着那边使用仙术。仙术，主人，我和师姐的灵根都已经枯竭了，如何使用仙术？住的师妹，和我们以往听说仙灵之泉不太一样。方才我仔细感受了片刻，我的灵根的确有重新复苏的迹象。真的？先试试。好，我先来。厉害啊！我也来试试。厉害啊，林少！看你瘦的都有些弱不禁风，没想到晚上的战斗力这么强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点儿老子也该战斗了。贱人，过来！感觉怎么样？的确恢复了些许，但仙术的威力无法和之前相提并论，甚至差得很多。目前只能恢复到这种地步。而且好像这股灵气催动的仙术，我没办法真正做到随心所欲的掌控。是有这种感觉。因为是我在驾驭。是主人。主人，现在为-4，仙奴木听鸟灯正度加1，现在为181。感谢主人。行了，现在也该过去看看了。魔界无虫，好恶心。应该就是这里。主人，我走前面开路，清河你待在主人身边。好，主人，清河会保护你。里边好像有一股充沛的灵气存在。主人，请等等。怎么？主人，我的建议是返回。这里边的深处，恐怕有强大的魔物存在。你感觉到了？虽说我和清河恢复了不少实力，但这样的魔物，恐怕我们目前的实力还……那我们回去。这里的灵草跑不了，命没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情况？妈的，老子竟然忘记看日子了。哟，林少，昨晚你战斗这么狠，还能早起？被吵醒了。那边怎么回事？过年了？差不多吧。今天是城主府举办的林仙城成立50周年的大庆典，全城的人或妖几乎都在那边庆祝。狗日的，就是因为这事儿，即便老子用灵草换了这么一大袋灵石，结果在市值里都挑不出一个高级货的仙奴。跟仙奴有什么关系？搞活动啊！除了这庆典活动里有跟香奴官的表演外，那些参与活动取得名次的人，也能得到城主府香奴都抓了起来。对了，据说这次赏赐的仙子里还有一个上古宗的尖货，是从国都那边专门送来的。林少，我刚才路过的时候，听说这次庆典要足足持续7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刚经历过魔潮，林仙城的经济和民心都出了问题，不搞这么一出庆典，外加丰厚的奖赏，那群狗日的贵族和官员也怕引起大家的暴动。你看，那狗日的城主出来了。现在向大家展示的是我们林仙城的仙奴队列，走！对不起，主人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庆幸自己没有落入他们手中。只要你们做好我交给你们的事情，我会保护你们。真的吗，主人？这些仙奴的表情是不是有些不太对？当然不太对，这些小杂种还没到缔结奴灵印的年龄，而他们下边的仙奴都是在没有得到们奴主的允许被强行抓来的。狗日的，这仙奴的表情爽啊！看到左边那个仙奴没？那是我邻居的。妈，天天晚上都和我那该死的邻居搞出动静，弄死他！我们这些贫民窟里的人也没资格参加这样的庆典。师妹，主人回来了。你去把仙灵之泉那边打扫一下。是。对不起，主人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庆幸自己没有落入他们手中。只要你们做好我交给你们的事情，我会保护你们。真的吗，主人？仙奴云清河忠诚加1，现在为-3。前提是好好完成我给你们的工作。我知道了，清河的工作就是为主人下更多的灵石。他太有觉悟了，不过我需要的仙奴就是像云清河这样有觉悟的仙子。
把男修士带来，继续做房屋的扩建工作。有事？没事，主人，只是想要学习主人的厨艺，总不能每天都是让主人准备饭菜。那行，回头我给你写一份菜谱，晚上就你来试试。好的，主人。明明云云清河仍然是一脸满足的吃饭，忠直度却没能再继续往上提高了，反倒是正常吃饭的穆听瑶，不声不响地增加了一点忠直度。听老仙子，韵灵宗一别，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。谁他妈的口音跟太监似的？滚！哟哟哟，都成仙奴了还有脾气？你瞧瞧，你奴主可是来喽！放心。很明显的，穆听兰是属于那种奴主给什么他就会顺从的吃什么，有好吃的会高兴，没好吃的也不会抱怨。而允清河则是有点典型的吃货属性，估计是期许的事情变成了习惯，人内心获得满足的阈值也会随之提高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操！仙子不用仙术打架就是刺激哈，他妈都开始扯头发了。主人，那是灵仙城每年庆典都会举办的主要活动。活动？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让丧失了仙术的仙奴彼此互相殴打，然后晋级开始下一轮。原则上来说，这就是从前民间的斗蛐蛐，区别只在于蛐蛐被换成了仙奴。可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？师妹，你看那些妖人的欢呼就知道了。不管是哪边的仙奴被打倒在地，他们都会爆发出欢呼。不管是想看输赢的人，还是只想从仙奴脸上看到痛苦的人，都能从中将心底里的亢奋给宣泄出来。而如此的供人取乐，就是仙奴存在的意义。老板，你家旁边有个小坡，不太好扩修啊，要不您来看看？主人，我去好了。以前在宗门，我对一些建工常识有所了解。哎呦，这是谁？我不会看错了吧？听老仙子，韵灵宗一别，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。谁他妈的口音跟太监似的？师姐，我去看看。滚！哟哟哟，都成仙奴了还有脾气？你瞧瞧，你奴主可是来喽！对不起，主人。你们认识？以前在仙界，他是韵灵宗一位长老的儿子，从前跟我示爱过，但是因为被我拒绝，他一直耿耿于怀。那是谁？清河。当然，清河也拒绝了。他向来对情爱不感兴趣，而且我们都知道，他示爱的仙子可不止我们二人。妈的，你在那边逼逼叨个啥？只是对我们的追求格外疯狂。老板，你家的仙奴对我们可不太友好，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工程进度。建议您好好的调一调他，这贱人有些摆不清自己的位置。我们这些苦工可是老板您花了大笔零食请来的。这个人我有点印象。老板，这男子是这帮苦工工头，可以把事情放心交给他做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个工头也没那么让人放心。你说的不错，我是花了零食请你们来干活的，而你现在并没有干活。可是，怎么？是要我去你的工头老板那边亲自说换人，你才舍得滚？你给我等着！谢谢你，主人。认真工作吧。对了，今天找时间让他们把床也扩一下。好的，主人。不过这里的地势确实有些复杂，我需要一些纸张。你去屋子里取就行了。好。师姐，刚才外边是楚子河。他？不过已经没关系了，主人已经教训过他了。主人教训了楚子河吗？主人看我被楚子河欺负了，所以就……我先去工作了。金狼仙子可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，目前每日可补充的灵气为10，斜战先追效果额外增加5。萌芽瑶仙头衔已升级为玄域仙姬，头仙奴头衔，1天1次，奴主可以为仙奴短暂的设定6域之一。
什么叫设定6语之一？清河觉得，主人才是最值得信赖的男人。妈的，穆听兰是吧？果然和云清和那个不领情的贱人一个德行。之前有韵灵宗宗主做靠石，现在竟然又找了个贫民窟的小子。等等，雪碧大人，您请留步。这帮傻伯衣是真不会享受啊！有仙子当女仆不挺好的？你甚至没找更好的借口，会让你更林少，你别站在这里了，快回去躲一躲。我躲什么？你招惹了雪冰大人，你都不知道。对了，你躲在家里估计也不行，要不去老张祖坟里避避风头啊？等等，你说的不会是雪变尸妖吧？对啊，我什么时候招惹他了？不是林少，你这反应难道不是你？可我分明听到那人跟小赤虎说的是贫民窟啊！当时我就在旁边，如果要抓我的话，那时候就抓了。我操，林少，那你好自为之吧，我反正是把话带到了。小子，等会儿咱们雪病少爷就会过来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发现了什么雪病少爷一定会满意的仙子，那你也算是立了大功，说不定雪病少爷还能赏个几块灵脉。如果真要赏给我了，那仙奴也是我随赤虎大人一起过来，赏赐灵石当然也有赤虎大人的一部分。哟，你这工头倒是挺机灵，从前在仙界也混得不错吧？还行。哟，你小子没躲起来啊？看来是还不是消息了。你脸不疼了？小子，而且我们可是还是受雪鬓大人之托，让我给你带个话。他说什么了？说什么？嘿，这不是听瑶仙子吗？主人，出来干什么？我怕他叨扰到主人你。哎呦，听兰仙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主人的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他马上就不是你的主人了。哦，雪鬓大人让我过来，就是将他抓回去，成为雪鬓少爷的仙奴。亲爱的听劳仙子，那雪鬓大人的公子可是看上你了，以后做了雪鬓少爷的仙奴，你可别忘了好好感谢我。是吗？你还不信？赤虎大人，这家伙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咱们现在就把他的仙奴给绑到雪鬓少爷。我绑你大爷！蠢货，你他妈是想害死老子？不是赤虎大人，这仙奴绝对是极品啊！他以前在仙界那也是你妈！以前背景再好，现在也他妈是个二手的。你没看见他已经有主人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赤虎大人，我们来之前不是还说……我说你大爷！赤虎大人，原来这事情还是你的主意。我不妈的，当然都是这个该死的苦工想要巴结雪鬓大人。赤虎大人，赤虎大人，虽然这家伙影响到我们这里的安定了，不过您作为管理者也别把人给踹死。嘿，这我有分寸。林少，庆典那边在举行抽奖的活动，据说可以享用那些官吏的极品仙奴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不用了，把头抬起来。好的，主人。已使用莹玉仙姬头衔天赋，选取对象仙奴穆听兰，6域选择见域、听域、香域、味域、触域、意域，将为仙奴获得心意情感层面上的满足和追求。主人，你今天累了，去休息吧，顺便叫清旧过来。好的，主人。主人，这仙灵之泉是否会对灵石的消耗过大？消耗是不小，但也还行。目前来说，你每天生的灵石比消耗的要多。可这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有什么想法？主人，或许我可以帮你挣到更多的灵石。你们说的中国人不会趴着飞，趴着飞是坐骑。我不仅趴着飞，还站着飞，躺着飞，倒立飞，转圈飞，翘腿飞，蛙泳飞。那灵仙城的庆典，如果能赢下所有的仙奴，是能够为主人赚得灵石的。我和师姐天天被主人赐予浸泡仙灵之泉的权利，虽然不能完全恢复以往的实力，但应该不难取胜。但那样的活动，其实只是供人取乐。主人，你真的很善良。走了，该休息。好，主人。主人，我先打扫一下周围的水渍。
主人，仙奴木听兰忠诚度加40，现在为227。抱歉，主人，我去清洗一下衣服。以提高仙奴木听兰忠诚度50，解锁新的仙奴头衔运河仙仙娘。她被誉为仙界的耕耘之母，以她浇灌滋生万物，为奴主解锁输购镇仙农灵田。仙农灵田可种植的灵草等级随仙奴忠诚度的增长而提升，目前解锁等级终极灵草。应该睡了。方才实在有愧，听兰是想到了主人待我的好，所以才会在狱中看见那些令我安心的画面。我知道了。如果是主人，听兰愿意相信，这和奴灵印无关。仙奴也能拥有平等，这是真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是平等的话，主人为何从未提起过？我有我的节奏，节奏恰到好处，自然会提及。比如现在的节奏其实就不错。但是可惜，听兰如今不再是仙子，体力可能无法支撑太多事情。那就暂且好好休息，正好明天需要你的体力。明天也在主人的那节奏中吗？不。主人竟然在师姐怀里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